你见过满身都是火炮的运输机吗？它因为火力太过恐怖，被外界称之为空中炮艇。全身上下插满了长枪短炮，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。它的火力极其强大，1分钟内可以发射7200发炮弹，相当于一个炮兵营的火力。它就是美国的 AC-130攻击机。如果你也对这款攻击机感兴趣，不妨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在评论区打上支持，并且点赞加订阅，给小编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。废话少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AC-130攻击机之所以被称为空中炮艇，因为它全身装满了各种炮弹。它装备了各种机关炮、自动炮，还有一门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。AC-130的火力极其强大，在这门榴弹炮的攻击下，即使是主战坦克也只能自寻死路。对于友军 ，AC-130是一个守护天使，可以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。但对于敌军来说，它就是一个空中地狱，因为它的火力极其强大，可以对他们造成巨大的伤害。AC-130空中炮艇的诞生和越南战争有关。20世纪60年代，越南战争期间，美军面临着大量敌军武装和游击队的挑战。为了提供空中支援，美国军方在一些运输直升机上加装武器，但由于火力有限和制空时间短，效果并不理想。于是，美军决定研制一种火力强大、制空时间长的攻击机，以更好地支援地面部队。美军想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火力强大的攻击机，就直接改装了内部空间大、能够远距离飞行的运输机。很快，他们对 C-47、C-119等运输机进行了改装，安装了瞄准装置和机枪炮，让这些机器具备了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。最后，他们组成了一支空中炮艇编队，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。由于越南除重要城市外，防空火力不强，这些原本生存能力较差的运输机也足以对付地面目标，给越南军队人员、车辆、物质造成了很大损伤。在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后，美军发现 C-130运输机是最适合进行改装的机型，无论是载重量还是飞行性能，都优于其他型号的运输机。1967年，第一架 AC-130A 在怀特佩特森空军基地改装完毕，在机舱前门加装了望远镜式的夜视设备，在起落架舱前部加装第一代前视红外设备，机身上安装了若干门25毫米机炮，原型机使用模拟式火力控制系统。同年， AC-130A 原型机前往越南进行为期90天的实战试验，随后开始批量改装 AC-130 投入越南战场。在整个越南战争中， AC-130空中炮艇取得了惊人的战绩，它炸毁了超过1万辆越南军用车辆，为美军带来了巨大的战略优势，并严重损害了越南军队的作战能力。越战结束后， AC-130继续得到改进。1978年，它加装了一个空中加油口，大大提高了持续作战能力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它装备了最先进的各种感应器、火控电脑、电子反制装置和导航通信设备。在越南战争后，它也跟随美军参与了巴拿马战场、海湾战争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等。它几乎成为了美军参与战争中的必备武器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挥巨大的打击能力，为美军带来重大战略优势。说了这么多，那 AC-130空中炮艇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？据悉， AC-130拥有极长的制空时间，最长可以达到12个小时，并且能够携带大量的武器和弹药，最多可以携带10吨。主要武器包括105毫米榴弹炮和25毫米加特林机枪，机枪每分钟能发射1800发子弹，还有2门20毫米旋转炮，每分钟可以发射10枚榴弹炮弹，每枚炮弹装有5磅 TNT， 能够轻松炸毁地面建筑，杀伤半径达1500码。AC-130飞机的火力极其强大，它在平等飞行和盘旋时都能集中开火，打击目标的精度非常高，所以也有了空中幽灵的称号。但由于其战场生存能力极低，很容易被地面防空力量针对，因此只有在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， AC-130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火力支援作用。虽然 AC-130空中炮艇装备精良，但它也不是完全无敌的，在过去的战争中也有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情况。例如在越南战争中有6架 AC-130飞机被击落，
在科威特和索马里的战争中也有2架飞机被击中。尽管如此， AC-130 空中炮艇仍然是美军不可或缺的武器之一。为了强化 AC-130 炮艇的攻击火力和战场生存能力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AFSOC 开始评估在 AC-130 上安装120毫米火炮系统。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攻击距离和破坏力重量比，而且120毫米的主炮可以与美国其他军种使用的弹药兼容。军方还在评估在 AC-130 上安装 AGM-65 飞弹、AGM-88 反辐射飞弹和 AGM-114 飞弹等武器系统，以提高它的弹性和战斗力。为了简化目前配备20毫米和40毫米2种火炮系统所带来的弹药补给问题，军方还正在测试用 GAU-13 机炮和 MK-44 机炮同时取代20、40毫米2种火炮的可行性。除了装备重型武器， AC-130 还配备了先进的雷达和电子侦察设备，可以提供实时的情报信息和战术分析。它的机身设计也非常独特，采用了高度倾斜的机翼和翼展延长的布局。与其他现代军用固定翼飞机不同， AC-130 依靠视觉瞄准，因为它的大型轮廓和约2100米的最低操作高度，使得它是一个极易攻击的目标，所以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通常在夜间进行。AC-130 采用合成孔径打击雷达来探测远程目标，即使在恶劣天气也可检测和识别目标。这对于遇到它的敌人来说，简直就是灭顶之灾，打也打不过，逃也逃不掉。在 AC-130 面前，简直是毫无还击之力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性能数据：机组13人，驾驶5人，兵员8人，长度29.79米，翼展40.41米，高度11.73米，机翼面积162.16平方米，总重55520公斤，最大起飞重量70307公斤。发动机4台 Allison T56A 15涡轮螺旋桨引擎，每台4910匹轴马力，螺旋桨4桨叶横速螺旋桨，最大速度482公里每小时，航程4074公里，升限12000米。此外 AC-130 的防护能力也非常出色，它采用了高强度的装甲板和多层复合材料，可以抵抗大部分的火力攻击。此外，它还配备有防空导弹防御系统，可以拦截敌方的空袭攻击。尽管 AC-130 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和防护能力，它的机动性并不十分优秀。由于它体积庞大，动力性能有限，因此在机动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， AC-130 采用了多重防护措施，包括搭载防空导弹防御系统和采用低空飞行的战术，以增加它的机动性能。另外 AC-130 的高昂成本也成为了一个问题。由于它的武器系统和雷达设备十分先进，生产和维护成本都非常高，因此美国军方必须在提高作战能力和降低成本之间取得平衡。随着各种先进防空武器的出现， AC-130 空中炮艇开始失去战场优势。但是美国并不打算放弃这种武器，而是继续对其进行升级，包括增加12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，配备各种导弹等，并确保它能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咱们接着聊。